国民小学专任辅导教师。他不是心理师哦，他没有心理师执照，但是他的资格要求也是蛮严格的哦。你必须要是第一个你要有教师证要有教师证。第二个你必须要是心理辅导相关的科目毕业的，要符合这2个条件的人，你才可以去当国小专辅老师哦。那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我记得我第1年去的时候，我只有6节课，超开心哦，就是教社会教2个班6节课，哇，那6节课，那其他空堂都在干嘛？都在谈个案谈个案，写报告，然后做团体辅导，或者是家长来要访谈，特殊生要开会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谈个案要谈什么我这边会列出一个报告就是我们当年会每一周我要写一个周报，我这一周到底做了什么那里面会有我跟大家谈，我画面已经做过处理了大家不用担心会看到什么，那都是已经重新撰写过的不会有个案的任何资料。那这些事情就是譬如说这一周有几个人来找我谈，大概谈了什么那详细的内容我们不会公布，我们会非常的保护学生的隐私。那这份记录原则上就只有我或者是督导负责检查我有没有好好做事的人叫督导，只有我督导或者是我们的学生他愿意分享他的资料，这时候我们才会公开。除此之外，家长说想要看不行校长说想要看也不行，就只有我跟督导，或者是牵扯到一些法律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有责任跟义务去公布它。除此之外，我们都会把它好好的守密着，我们不会公布出来。那只是讲话有用吗？很有用可能他每个礼拜2午休固定来找我，可能谈上学期可能谈12次，下学期如果状况良好的话，可能再谈12次就结束了。为什么只是跟学生讲话，他的行为就会改变因为没有人，也没有那个时间跟空间，可以让他好好的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我讲一个不存在的例子譬如说有一个小女生，她上课的时候会跟人家打架打架，那常常同学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跟人家打架，突然她就打起来了那她3年级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到5年级分班的时候，大家就会直接收到这个讯息，她上课会跟人家打架这是一个很难教的小孩。那既然我们都觉得他会跟人家打架了，你会一开始就把他当好朋友吗？不会吗？这个标签就贴上去了。那我们专辅要做的事情是让他讲话我们会说同学你好，那我是这个学校的专辅老师，我叫什么，那这一段时间呢，你会在这边跟我聊聊天，你想聊什么都可以，你也可以不聊，那我会对你提出一些问题，你想回答我就可以回，那如果你不想回答我，你也可以不回答我。这一段时间你在这边是可以很轻松的我们也不会要你一定要做什么作业啊，没有那这旁边会放一些小玩具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拿来玩一玩都没关系。那玩好之后，我们2个可不可以一起把它收好然后你跟我讲的话呢，老师都会帮你保守秘密除非我们有要伤害到别人或伤害到自己，或者是老师有一个教练那个教练会检查老师有没有好好跟你讲话，他也会看到除此之外，你的秘密都是安全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跟我讲。好，我们一开始会先做这些宣告那宣告之后，学生原则上就是自由的了。那你可能会问说，那他真的半个小时都不讲话怎么办？
他可以不讲话啊，但是我们不能不工作啊。所以当一个小孩不讲话，还记得非语言讯息吗？有没有那个同理自救心理学同理去看一下？当他不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观察他的非语言讯息，譬如说他一到这间教室，他的坐姿是怎么样？往前的还是往后的？头低低的还是头高高的？会四处张望的还是害怕看着原地的？这些都会透露出他平常一种状态的讯息哦，他是否放松，或者是他是否对大人有所警戒？不管是身体任何角度，或者是连他可以安静坐好的时间，譬如他可以安静坐好3分钟，其他一般学生只能安静坐好20秒就会换姿势，但是他可以却维持3分钟。这些资讯就是我们要很努力收集的。那半小时我们要努力收集他所有非语言讯息，所以反而他不讲话你会更累啊。他讲话的时候，我们会专心在他的语言讯息，当然会观察他的表情。可是当他不讲话的时候，你只能很努力收集他的非语言讯息。好，那在諮商室可不可以走动？我以前的諮商室基本上都是木头地板，所以小朋友会跟我很随性的坐着。那我可能会稍微移一下位置，我会说，老师会发现你在往右上方看，我可以坐过去吗？我想看一下你在看什么，这样。那我们也会做出适当的邀请，大概3次到4次，他发现你好像不会骂他的时候，他才会开始主动跟你去分享一些事情。那一旦他主动跟我们分享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感谢他。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我发现你很愿意跟我讲这个了。那我会鼓励他。但实际上他会被送来做个别諮商，他一定是有发生某一些比较干扰课堂的事件，所以我们当状况允许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问他说，之前你们老师有跟我讲一件事情，那我其实没有听得很清楚，你可以告诉我那件事情大概是怎么样吗？老师也不会骂你，我只是想知道。就可以开始针对老师给我们的要求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所谓的处理并不是讲谁对谁错，因为以事实上来说，一定是这个小女生错啊，因为她上课会打人会吵闹，一定是她错。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知道她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大概要问个我想一下，没有个7、8次应该是问不出来的，因为小朋友对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其实他们不太清楚的，他们是跟着感觉走的，所以我们要帮他一层一层的去拨开他被压抑下面的结果。爆发只是结果，我们看到的他打人，他大声叫，那只是一个结果。但是在结果之前，一个气球为什么会爆？它已经胀到不行了才会爆嘛。那我们要了解它的结果，到底这个气球还有没有在充气，还是只爆一次就没了？但我告诉你，通常都不会只爆一次都没了，会爆的一定下一颗已经也在累积了。甚至第3颗都在累积了，他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所以他只会一直爆，所以绝对不可能一次而已。一次而已都是那种，他爆完之后隔天就心情就好了。可是如果他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其实他只会一直爆，一直爆。所以諮商的功能是我们想要让学生有一个好好讲话的空间。以我跟朋友聊天为例我有些朋友他们还在国小当正式的諮商心那个正式的专辅老师跟我不一样，他们也会说，其实小朋友能好好的讲话，他的状况会好一点。我们就是他气球要爆之前的出气口，他可以先把一些气放在我们这边，我们会承受，他很安全。
所以有效的去延缓他爆的时间哦，最好是找到为什么，我们才可以真正把那个气放掉哦。那这个叫个别辅导，那另外一个叫团体辅导哦。团体辅导，我觉得比较适合国小生，因为团体辅导是我们是把有想要相同学习、想学习相同问题的人一起带来，通常是我们会有性别两性团体，或者是情绪团体、人际团体这样子。主题就是依照刚刚讲的哦，主题可能是人性啊、两性啊，或者是情绪管理，通常都是这几个最受欢迎。那会被选来的老师会直接选那个有情绪问题的啊，通常会啦，但是我们会跟老师建议说，除了选情绪管理比较有需要帮忙的学生之外，可不可以再多给我一个他比较好的朋友？那他的情绪管理比较好的，这样你不可以全部都把负面的状况带过来，这样老师一个人正面会撑不太住哦。所以我们会把不同的类型哦尽可能放进来，但老师会希望说有这个机会就是要全部塞需要辅导的啊，所以还是以老师提的为主啦。如果有选择权，我会希望他可能额外给我一个，就是可以缓和状况的学生这样。那时间一样也是半个小时。那通常来了之后，大家会围一个圈圈，然后第一周的时候，我们会先定，我们会拿一个大海报，大家一起讨论。班上有班规，那我们的团体也要有团体规范，那就会开始想第一个，要举手发言，这都是要讨论哦，不是老师自己，不是我一个人说什么就什么，我会先讲，那我们讲话的时候怎么样才不会被吵到？小朋友就开始想，那就跟班上一样举手发言就好了。我说好，那大家都同意吗？有没有人不同意？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有人可能说老师，可是这样举手很麻烦，每次都没有轮到我。那我就会说，那请问你有什么其他想法？那我觉得轮流讲，每个人都要轮流讲，这样就不用举手了，也可以。如果大家想要轮流讲也可以，举手讲也可以。那就开始讲那如果我们中间吵架要怎么办？那如果不遵守规则，每次都迟到的人怎么办？那我们就可以记叉叉3个叉叉的话，他可能就不能来一次这样子，或者是来的时候不能一起玩，会定一些法则和规则，这是团体规范。因为是小朋友自己定的，所以大多都会遵守。班规老师定，他们不太遵守；团体规范自己定会遵守。还有要保守秘密，在这边讲的话不可以回去跟别人讲，在这边都是秘密，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个别辅导会保守秘密，因为只要我保守就好了嘛。但是团体辅导，其他小朋友可能会听到其他人的故事，所以我们要更严重的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去保守自己的秘密，也要保守其他人的秘密，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这个也是要清楚的告知。好，那继续那团体辅导到底都在做什么？就上次有给大家看教案嘛，教案在这边，教案上面会写，几分钟我打算做什么，几分钟我打算做什么。那团体辅导也是我最常做的可能是一个球，我们丢过去，接到人再丢回来，但这中间就会有吵架。所以我原本设计的游戏，假设是15分钟，通常大概走到5分钟之后，这个游戏的本质就已经改变了，没有人在遵守原本的游戏规则，就在吵架了嘛。好，那吵架到底要不要让他们吵，还是要继续把他们喊停，不要吵了，我们继续把原本的15分钟游戏走完？不会绝对不会吵架才是
我们要做情绪团体的最根本哦，它没有在剧本里面，但它最真实，这就是小朋友真实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会开始观察，诶，大家一起看一下，请问这个架是从哪一句话开始吵起来的？哦，大家就会讲。哦，他先说他是猪，他没讲他是猪之前，他还笑笑的。哦，所以这个字开启了这个吵架，我们就会问吵架 A，你讲他这个字的时候，你在想什么？那我们再去问 B，那你为什么听到这句话这么生气？顺便问大家，大家听到这句话都会生气吗？哦，这样去讨论生气的原因，还有我们之间的反应是不是太过度了？人家一讲我就要打人，哦，那为什么？我们去了解所有小孩的动机，了解完之后，再去告诉他们说，如果有别的方法，你会不会想试试看？其实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柔性哦。辅导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他自己改变，而不是我们逼他改变，那就叫管教了。哦，辅导真的是比较柔性的，所以还蛮常被老师说啊，你们做这个没什么用，真的没什么用啊，他就不是一下子的。一个人要长大，也不是一下子就会长大的哦，所以不管是个别辅导还是团体辅导啊，我相信它的成效真的不是立竿见影，今天插下去马上就有影子，不是，它真的有点像是浇花种种子，它在泥土里面长的时候，其实你都看不到，有一天它发芽之后，就算你不在了，它其实就会开始依照大自然的阳光水啊，它随着它增长的时候，小朋友他可能就会慢慢变好了，可能啦哦，不是这么厉害。那专辅老师真的都在写报告哦，不是在谈话就是写报告，或是学校老师一个电话来，我就要冲到班级里面哦，那个学生可能正在尖叫大吼，我就要冲进去，然后先让他安静下来，然后把他带到辅导室，然后再问他说发生什么事了，可以告诉我吗？我刚才看你很生气，哦，然后还有比如说学生突然要跑出学校，你们去拉那个铁门，我们也是要冲过去抓着他，现在不能出去，外面很危险，我们不能让你出去，哦，不能骂他哦，绝对不能骂哦，你再怎么生气，再怎么讨厌，都不能骂学生，因为骂学生不是专辅老师的工作，我认为啦，如果连你都骂他，连你都骂他，这个学校不会有人对他有好口气了。好，所以我们是尽可能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怀。有听过这句话吗？哦，当我还在值班的时候，我就会无条件的积极关怀所有在这个学校我要服务的对象，那包含老师哦，包含老师，也蛮常有很多老师需要我们专辅老师的协助哦，就是谈啊。那大人基本上一来就是一大堆抱怨啊，我们就会听，大多就好了。可能他没有什么舒压的管道，所以他们来找我们谈，我们会进辅导室，一样也是很安全。但通常老师来都是4点之后，因为4点之前大家要上班嘛，就4点之后，可能谈一次就是到5点。那我们跟老师谈要不要写报告，是不用写学生这么详细，但是我们工作日志一样要写哦。今天有哪一个老师他有什么需求找我们谈话，也是会写下来，不会写那么详细，但是你有做的事情你都要写下来，这样学校跟主任才会觉得说，哎，这个专辅老师在对这个学校是有贡献的，不是每天看那边一直打电脑，因为我们很多报告要打，一大堆报告。好，那其他的时间，因为我们是辅导室的一员，所以学校有办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当主持人啊、拍照啊这些。哦，这是专辅的工作。我当专辅3年，那我当科任10年。你问我会选什么？我会选科任。
好，因为专辅虽然你要服务的对象很少，你可能一周会碰到的学生大概就10个，如果我加团辅可能是20个，但这20个学生跟我去教7个班，一个班30个，210个学生，我宁愿去教210个。每个问题都千变万化，然后他的时间要求也不一样。我碰过那种我早上7点半要到学校门口等他，因为他从爸爸车子上下来之后，他可能就会直接往校门的左边或右边的小巷子冲进去，所以我们都要很像那守门员，有没有？那门一开，我们就左边右边把它挡住，就是我们也不能伤害他，就是挡住，然后说：“我们先进去，我们先进去。”这样子。这专辅的工作真的千变万化，但核心都没变啦。我们是小朋友在学校的那一个温暖对象，这个是绝对不会变的。那最可怕的是碰到一些跟法律有关的事情啊，警察就会来，那我们就要协助调查协助調查就真的很辛苦你会觉得，我不是来当老师的吗？怎么我常常跟那个警察还有社工啊，一起工作，这样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所以当科任就很单纯，就是去上课，相同课程讲7遍，跟你必须不断应付，也不是应付啦，你必须不断的去依照各种情况应对情绪相关问题、肢体相关问题、法律相关问题，甚至有时候是家长互相吵架的相关问题，专辅都要适时的去缓和情况。你说介入调停，我们是没有那个权利的，但是缓和情况是有的然后我们有时候家长会叫你选边站，我很碰过一个家长叫你选边站爸爸妈妈吵架，小孩夹在中间，叫你选边站，还问说：“老师，你是支持我还是支持那个我另一半？”我最后的回答就是：我的工作是你们家的小孩，所以我只在乎他过得好不好。你们之间的吵架，我无法选边站，因为很厉害他们会用你的话，到时候就拿去法院说：“那个学校的专辅老师支持我这一方。”然后那到时候你就很麻烦了。所以跟家长讲话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其实你的立场只要明确，你就不用担心所以这大概是我这3年在专辅得到的经验现在小孩的问题越来越多，并不是以前小孩没有问题，而是以前我们不去重视小孩可能会有的情绪问题。那一个好的专辅老师，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让小朋友好好的喘息，跟我们对话。所以这个时间的品质，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老师他分给学生相同时间分给学生，他品质相对就下降，被分散了嘛。但是专辅老师可以提供一个好的空间还有时间，目的就是希望在这么以学生为主的情况之下，让他们感受到被重视，然后愿意表达意见进而去修正自己的问题和态度。当一个人被尊重的时候，他才会学着去尊重别人，有听懂吗？所以你整天把他骂的跟猪狗不如，然后你还要他尊重你，他也在心里面骂你猪狗不如啊，懂吗？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很坚持，我们要口出善言学生才会报以善言他懂得脏话比你还多嘞，好吧？这是专辅老师啦，我以后有想到什么我再补充，好吧？我来看看下一段是什么